没给任何图纸，只扔进去一堆原始像素，这模型居然自动写出计算机视觉代码，顺手就把一个 3D FreeCAD 的零件给复原了。这在以前更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，但 Cloud Opus 5现在真能做到。这玩意儿的性能提升非常直接，在 Frontier 办事编码任务上，比上一代 Opus 4.8 快了1倍多。更离谱的是，在 Cursor 办事 3.2 基准测试里，它跟自家顶级旗舰 Fable 5的性能差距不到 0.5%， 性能几乎摸到了天花板，但定价却直接腰斩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Cloud Opus 5定位很明确，它不再是一个陪你聊天的助手，而是一个旗舰级的代理模型。它的核心逻辑变了，从单纯的指令响应进化成了能自主规划任务，甚至动态构建工具的系统。这标志着大模型正在从聊天机器人转变成真正的生产力代理。有家交易公司的工程师想用它构建数据源，前代模型在那儿折腾半天全失败了。Opus 5不仅搞定了，还在没实时数据的情况下，自行编写了一套测试工具来验证解析逻辑。它展现出的那种自主诊断能力确实有点东西。为什么它能自己造工具？以前模型靠的是思维链在内部干想， Opus 5则是主动拆解目标。遇到没有视觉输入的情况，它直接现场写一套计算机视觉脚本去抠像素特征，这就叫动态构建任务管道。为了控制这种思考带来的算力开销， Anthropic 引入了一个努力度参数，你可以根据任务的紧迫性，在思考深度和响应成本之间做权衡。它甚至有个快速模式，速度是默认的 2.5 倍，虽然代价是成本翻倍，但对实时任务来说，这平衡点抓得准。说到账面， Opus 5定价是每100万输入5美元，输出25美元，这比 Fable 5这价格基本砍了一半。这显然是 Anthropic 在用极致的性价比，试图把顶级代理的门槛强行拉下来。效率提升不是瞎吹的。在 Harvey 的实测里， Opus 5在保持输出质量的前提下，令牌消耗整整少了 26%。 这就意味着模型内部处理逻辑更精简了，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反复绕弯子。现在 Artificial Analysis 的排行榜上， Opus 5已经冲到了第一，性能甚至微超了 Fable 5。就这一步，它在通用代理这个赛道已经成了新的基准。那大家肯定想问，这玩意儿安全吗？ Opus 5的行为审计得分是 2.3， 属于近期模型里错位行为率极低的一档。它虽然能发现类似 Meso 水平的漏洞，但在底层训练上， Anthropic 刻意掐断了利用逻辑，防守能力拉满，但攻击的后门没给。对于资深开发者来说，这东西不再是个需要你时时刻刻盯着改 bug 的助手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成熟的代理构建者，它能替你承担起繁琐的自动化工作流开发。这种杠杆效应比单纯的写代码更有用。Opus 5的出现说明了一个趋势，模型正在往主动构建进化。未来的工作流不再是人喂给模型工具，而是模型根据你的意图，自己把工具链给拼出来。这就从单纯的输出文本变成了输出流程。你要是想上手用，建议把任务范围画得清清楚楚，别堆一堆重复指令，免得模型陷入无效的自我验证循环。复杂的任务记得加上思考标签，强制它规划，这招好用。反正开源不要钱，在非敏感环境里先跑跑看，感受一下它的构建上限到底在哪。